万军之力于内，方可澎湃之势纵起。在长达250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动力的变革，都会开启一个人类发展的新纪元。而动力也在人们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一次次升级。直至今日，动力装备的制造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中国制造的核心领域，去探索，去发现，去见证这些性能强悍的动力装备如何为中国和世界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上海长江入海口，一艘载重5万吨的货船正在卸货。船上运载的是驱动这个国家运行最重要的能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中国也在持续推动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沿江而建的3座燃煤电厂，此时正在全力运转。上海市用电的1/6就来自这里。冯伟忠，这3座电厂的核心建设者之一。实际上，这里一路排过去，这8台机组都代表着当时的世界最先进水平。世界上所有燃煤电厂的运行原理几乎相同。锅炉中的水被加热成高温高压的蒸汽，推动汽轮机运转，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在这个过程中，汽轮机的能量转换效率极为重要，直接影响着电厂的运行效率。3座电厂中最新的一座，上海外高桥第3发电厂，2013年凭借2台10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实现了276克每千瓦时的年平均供电煤耗，打破了丹麦电厂保持的世界纪录。这项纪录意味着，当年外3电厂每送出1度电，比全国平均水平节约45克标准煤，1年就可以节煤5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万吨。然而，对于冯伟忠来说，这一切远不是终点。他的目标是设计一台全新的汽轮发电机组，把电厂供电煤耗降低到251克每千瓦时，这将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无锡透平，国家大型涡轮叶片研制基地，磨断车间里新型汽轮机组的关键部件正在这里打造。高性能合金钢制成的毛坯件具有极高的强度和韧性。直径8米的加热炉将坯料精确加热至1133摄氏度。加热后的坯料被送至全世界最大的离合器式螺旋压力机。25500吨力量的重机，2秒钟的时间让毛坯一次成型。在这个过程中，叶片内部晶粒已经发生细化，在经过特定的热处理，金属性能就可以提升25%。锻造好的毛坯件看起来有些粗糙，但在另一个车间里，很快就会完成华丽转身。5轴联动数控机床正在对叶片进行精加工。精加工之后的叶片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19AHK， 还有 H82， 这叶片的号码是对的。每一只叶片都有唯一的身份编号，工程师必须严格按照顺序把叶片安装到对应轮槽上。
涡轮转子被称作汽轮机的心脏，这颗心脏是否足够强健、精密的装配尤为重要。2000多个不同类型的叶片，工程师需要在1个月的时间完成装配。14级叶片沿轴线方向的整体误差不能超过0.6毫米。正式出厂之前，这台汽轮机转子还要经历一次极为严苛的测试。这是亚洲最大的动平衡测试台，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巨大的转子将模拟蒸汽轮机转子的高速运行。测试开始。30分钟之后，涡轮转速已经达到每分钟3600转，这意味着末级叶片顶端圆周转速已经达到660米每秒，相当于2倍音速，由此带来每个叶片约600吨的巨大离心力。这样的极限测试对于主轴、叶轮、叶片都是极为苛刻的考验。测试结束，包括振动幅值、速度在内的各项参数表现正常，这意味着新一台100万千瓦汽轮机低压转子完美通过测试。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蒸汽轮机，如今广泛应用于电厂发电和大型船舶驱动等领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今天，中国制造的100万千瓦高效超临界汽轮机组，蒸汽温度达到620摄氏度，压力35兆帕，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台低压涡轮转子将助力冯伟忠团队挑战新的世界纪录。安徽淮北平山电厂2期工程，这座由冯伟忠设计建造的全新燃煤电厂已经初具规模。冯伟忠团队要在这里向251克每千瓦时供电煤耗的世界纪录发起挑战。此时，刚刚抵达的最后一根低压涡轮转子马上开始吊装。转子与钢体的间隙必须控制在1毫米范围之内。吊装完成，3台低压钢转子构成了汽轮机组的低压轴系。传统的汽轮发电机组，高压钢、中压钢和低压钢分布在一个轴系上。为了实现251克每千瓦时的供电煤耗，冯伟忠将汽轮机组高压轴系与低压轴系进行分离，形成高低位分轴布置的结构。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在世界100年火力发电史上从未有过。它实际上是这么去解决的：把汽轮机拆了，高温高压部分放到锅炉靠近，也就是蒸汽连箱那里，使得就是大部分的蒸汽啊，都是就近的载热来回。伴随着高位厂房行车的运行，采用高低位分轴布置的汽轮机组高压钢开始吊装。重达175吨的高压钢将被吊装到82米高的平台，与锅炉的蒸汽出口基本平行。根据测算，采用高低位布置的汽轮机组比以往减少了将近200米的高温管道。机组满负荷运行的热循环效率可以达到49%，这让冯伟忠团队距离实现251克每千瓦时超低煤耗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我们中国的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缺气，因此作为我们来说，一定要有这个战略的这样一种观念，就用好煤。那我们要不断地推动它的效率提升，尽可能地减少它的碳排放。今天，
中国100万千瓦高效超临界机组的运行数量已经超过111台。这个数字意味着，全世界发电效率最高的燃煤电厂超过1半在中国。在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驱动下，中国需要更加先进的能源动力装备。艾松，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也是东方电气自主研发的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项目的负责人之一。2009年，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的研发正式启动，项目代号 G50。燃气轮机是将空气吸入后逐级压缩，压缩后的空气和天然气燃料在燃烧室混合后剧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气流，推动涡轮旋转做功，从而输出强大动力。与气轮机相比，燃气轮机拥有更高的热功转换效率，主要用作燃气电厂发电，也是天然气、石油等长输管线的核心动力装备，还可以为大型舰船提供动力。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自主研制。10多年时间，艾松和团队从零起步，已经完成了中国首台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的研制，并顺利完成了点火和空负荷试验。今天，这台燃气轮机将迎来重要的带负荷试验。一旦通过测试，这将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又一项重大突破。开始实验前的准备。首先，我把今天的实验任务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控制室内20多位技术人员已经全部就备。作为现场试验总指挥，艾松不敢有丝毫大意。大家就去吧，注意检查质量。这栋2层楼高的钢结构建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重型燃气轮机整机试验台。3000多个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对温度、压力、转速、振动、位移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控。任何一个传感器发生异常，都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控系统确认完毕。测评确认完毕。压气机确认完毕，燃烧器确认完毕。检查工作完毕，所有人员撤离现场。要注意安全啊！好，我们就准备起机。点火试验开始了。20多名工作人员密切监测着数据的变化。艾松把目光对准了燃烧室的监控屏幕，每个圆圈对应一个燃烧室，只有8个圆圈全部变成红色，才意味着整机点火成功。到点火转速，燃料投入，点火栓启动。咱们4号是有问题，这有点奇怪了。屏幕上，4号燃烧室始终没能变成红色，这说明4号燃烧室并没有被点燃。一台燃气轮机由上万个部件组成，要想快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燃烧室点火，相当于在10级的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并且要保持稳定的燃烧，这就对燃烧室的设计和点火装置有着极高的要求。被层层隔热棉包裹起来的就是 G50的燃烧室，利用内窥镜可以清晰观察燃烧室内部的状况。经过反复讨论，艾松决定立即更换全新的点火栓试一试。确实，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些原因不明的时候，就耽误了我们很长的时间，就你根本就启动不起来。请重新再放电试一次。新的点火栓换好了，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艾松心里也没底。好，我们开始点火。
第2次点火试验开始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4号燃烧室。燃料投入。好，点火成功。点火成功。随着温度和压力的提升，负荷已经增加到预期的90%，机器依然稳定运行。这一刻，艾松和研发团队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5万燃气只要研发成功之后，我们把它放大了2倍，功率就可以增加到4倍，就变成了20万的 F 级燃气。所以我们研发5万燃机的话，它是我们的一个起点。经驻车间，带着满负荷点火试验收集到的最新数据和分析结果，艾松决定铸造一组新的高温叶片，用作新一台重型燃气轮机的制造。重型燃气轮机可分为 E 级、F 级和 H 级，温度越高，技术等级越高。F 级重型燃气轮机工作温度可达1300摄氏度以上。要保障高温透平叶片在金属熔点以上安全稳定工作，是一项研发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高温透平叶片被设计成空心结构。当叶片高速旋转时，空气进入叶片内部，可以形成对流冷却。而陶瓷行芯正是形成叶片内腔结构的关键工艺部件。这些陶瓷行芯是由特殊陶瓷材料制成，耐受温度超过2000摄氏度，又可以在特殊的碱性溶液里溶解。制作好的陶瓷行芯精确定位到蜡膜模具中，通过压蜡机注射成型，制备成蜡膜叶片。接下来，在蜡膜叶片表面反复涂上陶瓷涂料和特殊砂石，形成一个陶瓷型壳。制备好的型壳经过高温处理，将内部蜡液完全脱除，形成空腔。再经过预热加温后，就可以送入真空熔炼炉中浇铸。1500摄氏度左右的镍基合金液体将被浇入型壳中，形成叶片毛坯。开始。最后，在高温高压特殊碱性溶液中溶解掉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高温叶片的毛坯铸件才算制造完成。此时的叶片已经可以经受9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满足1327摄氏度的工作温度，还需要在叶片表面喷涂上特殊的陶瓷涂层。喷枪喷出的焰流温度超过3000摄氏度，陶瓷粉末融化后，均匀地沉积在叶片表面，形成热胀涂层。特殊材料的空心结构和热胀涂层的特殊制备，让这些高温叶片可以在1327摄氏度的高温下正常工作。重型燃气轮机的透平叶片，每隔8到10年就需要更换，更换和服务费用相当于购买一台新的燃气轮机。长期以来，这些高温部件只能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购买。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从制芯到浇铸成型的一整套核心技术。不仅如此，以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为起点，中国已经基本具备重型燃气轮机的自主研发能力。对于中国工业制造来说，坚持自主化的道路才是未来发展的保障。G50的轰鸣声还在回响，
2000公里外的吉林长春，环形试车跑道上，红旗 L5礼宾轿车正爆发出澎湃的声浪。这辆大型轿车不仅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制造的最高水平，在14亿中国人心中，它也有着极其特殊的国家地位和民族记忆。100公里加速可以在9秒。很好，请来重新做，把过程中的数据都记录好。收到。负责测试的这位工程师叫做李金成，一汽研发总院的首席工程师，同时也是这辆红旗礼宾车发动机的首席设计师。今天，李金成要现场测试发动机在整车上的表现。连续3次测试，这辆车的100公里加速都保持在9秒以内。对于重量超过4吨的大型轿车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辆红旗车搭载的是世界上动力最强悍的汽车引擎之一——微型12缸发动机。呈60度夹角排列的12个气缸，每一个都可以产生超过7吨的强大推力，能承受高达130个大气压的燃烧压力。极致的燃烧为整台发动机带来超过300千瓦功率和550牛米扭矩的超级动力输出。这样的动力足以驱动一辆重型卡车。对于这样一款高性能发动机来说，光有强劲的动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静谧舒适和节能环保之间达到完美平衡。你再看一下刚才那空燃比的变化。我把空燃比加上啊。作为从业超过30年的汽车发动机工程师，李金成希望在保证节能高效的同时，把 V12发动机的动力性能再提升15%。然而，这样的目标极具挑战。强大的动力来自高效的燃烧，但仅仅是提高1%的热效率，就需要对进气、喷油、燃烧室形状等一系列设计进行精细优化与创新。我们为了改善 V12发动机的性能，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进进气道。今天，李金成特地来到光学单缸实验室。他要在这里完成一项重要的测试。我们透明单缸机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验证我们这个气道开发的好不好，和那个喷油漆喷雾结合的好不好。光圈呢稍微大一点点，那个图像再往右一点。汽车发动机属于往复活塞式内燃机，空气与汽油以一定的比例混合，经点火燃烧而产生热能，对外输出动力。在这个过程里，气道就像发动机的咽喉，控制着进气气缸内气流的大小、方向和运动强度，是影响发动机动力、油耗、排放的重要组件。而今天，李金成要通过光学单缸机验证最新开发的 V12进气道能否进一步改善燃烧过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好。点吧，点火吧。对。透明的气缸内，改进后的进气道增加了空气进入气缸的流量和运动强度，使得燃油与空气仅在4毫秒内就可以实现均匀混合。燃烧过程也缩短到0.8毫秒。淡蓝色火焰意味着燃烧过程非常充分，没有碳烟产生。根据试验结果测算，改进后的进气道可以实现发动机动力性提升15%、热效率提升10%的开发目标。对发动机来说，透明单缸机只是一个实验验证。装配车间里，工程师李岩正在装配一台新的 V12发动机。由于工艺的特殊性，全世界所有的 V12发动机都是手工打造。
现在装配的是 V12发动机的气缸，每个气缸包含4个气门，12个气缸要装配48只气门挺柱。所有进气门的间隙控制在0.2毫米，排气门间隙0.3毫米。经验丰富的装配工程师凭借手上的触感就可以选择合适的配件，并且在细致的安装过程中保持气门间隙调配的一致性。300多种零部件，3000多个装配步骤，微型12缸发动机代表了汽车发动机制造的最高水平。重新改进的发动机在保证产生澎湃动力的同时，还要与燃烧的静谧舒适之间进行综合平衡。动态倾斜实验室，中国唯一一个测试发动机动态稳定的实验室，国际上仅有德国、美国等少数车企拥有。针对重新设计的 V12发动机稳定性测试在这里完成。上电，启动发动机。现在是转速5000转，看转吗？实测证明，改进后的 V12发动机可以在5000转以上的高转速以及40度的翻转角度下正常运行。这相当于在时速100公里以上的行驶状态下紧急制动并转弯，发动机的燃烧和润滑系统仍然可以保持稳定。不仅如此，即使在最容易产生抖动的怠速工况下，1枚1元硬币可以稳稳立于运转的发动机上。这是一间 NVH 实验室，这里的环境噪声仅有16分贝，相当于一根区别针从1厘米左右的高度落下来的声音。在这样的静音环境下，可以通过模拟人类听觉，检测发动机的噪声和振动控制。凭借于稳定的燃烧 ，V12发动机整车噪声控制十分优异，在时速60公里的车速下，车内语音清晰度高达98%以上。2007年，红旗开始打造中国第一款 V12发动机。2009年 ，V12发动机完成车辆实测，成为中国第一款微型12缸发动机，并作为 L5 型礼宾车的专用发动机。10年后 ，V12发动机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升级。在这10年时间里，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在飞速进步。依托于对微型12缸发动机的研发，许多新的技术被用在4缸和6缸发动机的开发上。红旗第3代发动机热效率可以做到39%，这带来了更低的排放和油耗。今天，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新技术不断冲击着传统汽车发动机。面向未来，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只有在不断的技术革新中，才能带动整个行业的又一次变革。9月，东海深处，一艘神秘的巨轮正在航行。这片海域并不是远洋航道，巨轮的甲板上也看不到任何货物。船身上 LNG Power 的清晰字样表明，这是一艘以液化天然气为核心燃料的巨型轮船。2017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法国达飞集团正式签订了9艘23000标准集装箱船的建造合同。今天，完成制造的第1艘集装箱船正在进行燃气试航。外在的插座全部拔掉。这边手机可以转气了吗？可以了，正在转，没机会。
轮机舱内，适航总指挥胡宏宇正紧张地盯着屏幕，马上要进行从燃油系统到燃气系统的不停机切换，他不敢有丝毫大意。在这艘船的设计上，中国工程师采用了一套双燃料系统。这样一来，在保证动力的前提下，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减少20%，颗粒物、硫氧化物的排放量可以减少99%。OK， transfer， 转了再转了。在系统切换时，液化天然气将会逐渐取代燃油，成为发动机的核心燃料。现在已经存气模式转换成功，存气模式转换成功。系统顺利完成切换，大船保持稳定航行。但这仅仅是完成了本次试航的第一步。8个小时满负荷运行之后，巨轮的核心动力部件将会迎来终极考验。23000标准集装箱船是真正的海上巨无霸，船长399米，宽度将近62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5个标准足球场，这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还要长出60多米。最惊人的还是它的运力，满载重量近22万吨，一次就可以装载23000个标准集装箱。什么样的动力才能够驱动这样一艘超级巨轮呢？上海临港工业区，中国重要的船舶动力制造基地，巨型集装箱船的超级心脏正在这里打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船用内燃发动机，占地面积接近1个标准篮球场，高度达到16米，相当于5层楼高。重量超过2000吨。现在吊装的是发动机活塞，它的长度达到4米，重量超过5吨。安装活塞的气缸内壁直径接近1米，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船用发动机气缸。我要从上面下来是防止碰到这个钢套的表面，一旦要是碰到了，会造成拉缸，拉缸了就意味着钢套报废。直径1米的活塞周长误差不能超过0.02毫米，以保证活塞与气缸绝对贴合，产生高达63800千瓦的输出功率。这比200辆重型卡车加在一起的动力还要强劲。活塞顺利落下后，要跟连杆对接在一起，以带动曲轴运行。像汽车发动机一样，船用发动机气缸燃烧产生的强大爆发力，需要通过曲轴转化成旋转推力，驱动巨轮前行。如果说发动机是整艘船的动力之源，那么曲轴就是动力之心。再来点。好，你看看那边差多少？在临港工业区的另一间厂房里，超级巨轮动力之心的秘密就在这里。这是全世界尺寸最大的船用曲轴，重量达到488吨，总长接近24米，几乎相当于一节高铁车厢的长度。这样的尺寸和重量已经达到现有加工装备的极限。中国工程师的方案是将曲轴分成2段加工，然后进行整体对接。曲轴的对接面上有24个连接孔，2节重达200多吨的大家伙全靠这些连接孔连接，并且要在未来各种复杂的海洋环境里推动22万吨的巨轮。这就对曲轴连接孔的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这根轴是世界上首次这么大、这么长的轴，为此我们特意研发了这个航孔机，专门为解决这个拼接的打孔的问题。
庄凌云的工作就是把24个连接孔对准，通过专门的膛孔机加工连接孔，去掉多余的部分。准备开始了啊，转。这些直径13厘米的连接孔，加工精度被严格控制在0.02毫米以内。已经有8年从业经验的庄凌云，需要1个月时间才能完成所有连接孔的加工。大型船用曲轴与船舶寿命相等，一旦安装就终身不能更换。这种特大型对接曲轴，由于设计和加工难度极大，曾经长期制约着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今天，中国不但有能力自主研发制造，还在不断刷新着尺寸和重量的世界纪录。10分钟之后，我们将抛锚，请相关人员去船头。在连续航行8个小时后，轮船动力系统即将迎来终极测试。张涛，主机工程师，他今天的工作是本次试航最为关键的一步。张涛将要进入主机，拍摄气缸内部的照片，实际观察气缸以及运动部件在燃气运行中的状态。此时，发动机已经停止了将近1个小时，但内部仍有50摄氏度的高温。为了拍摄到清晰的照片，张涛需要不断调整位置。12个气缸，他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最终的观测。疾控室里，参加试航的工程师和船东代表都在焦急等待。如果气缸运行正常，那么整个气缸的内壁就会十分光滑。相反，如果气缸内壁出现划痕，不但意味着发动机的运行存在问题，缸套也将直接报废。2个小时后，张涛终于完成了观测。他拍下的照片被第一时间送到了疾控室。目前拍下来的照片检查的一个状况来说蛮好，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经过中方工程师、船东代表以及船级社的一致确认，气缸在满负荷运行8小时后状态良好。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双燃料集装箱船第1次燃气试航圆满完成。此时，长兴岛1号码头，又一艘建造完毕的巨轮正在驶出船坞。强劲的动力，绿色的心脏，这艘凝聚中国制造智慧与力量的超级巨轮，将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海洋环保战略带来强劲动力。陕西西安，亚洲最大的航天动力研制基地，工程师正在组装一台长征5号火箭助推器。长征5号的1级捆绑4个助推器，每台助推器配置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是中国现役推力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4台助推器，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再加上新一级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构成了中国运载火箭的最强动力。长征5号火箭的地面推力超过100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5吨，能够将一辆重型卡车轻松送入太空。火箭的推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面向未来，
中国人探索宇宙的雄心远不止于此。2030年前后，中国将实现首次航天员登月，并开始建立月球基地。这就需要运载能力更强的重型火箭。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工作，目前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眼前这个近4米高的大家伙，就是中国正在研制的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最大推力是现役120吨级发动机的4倍还要多。这将是世界上推力最大的双喷管液氧煤油发动机。这台发动机采用双推力式设计，涡轮泵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16000转，形成75兆帕的强大压力。每秒钟输送的燃料就多达1.6吨，仅用3秒钟就可以形成最大推力。然而，推力增大带来的燃烧不稳定也成倍增加。因此，针对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的优化设计仍在继续。秦岭脚下的试验基地里，大推力火箭发动机关键组件的燃烧试验正在进行。工程师洪流带领的团队一直在研究工况变化对火箭发动机单喷嘴稳定燃烧的影响。经过单喷嘴的研究，让火焰稳定下来，这是单喷嘴研究的这个任务。做完以后，再做多喷嘴，再往整机去推。单喷嘴工况变化对稳定燃烧的影响一旦得到验证，就可以根据相似准则测算出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在推力调节下稳定燃烧的大致范围。为了保持液氧的冷却，工程车需要输入大量液氮以保持低温。晚上8点，试验开始。703，刘博。每秒流量超过20公斤的混合燃料急速燃烧喷射。与此同时，每秒100万张的高速摄影机记录下了燃烧的影像。综合多次测试的结果，在60%到110%的工况下，单喷嘴都可以实现稳定的燃烧。这就为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推力调整能力的优化设计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500吨级火箭发动机无论是涡轮泵的功率还是发动机的体积，都相应的增加。在不影响推力和运载能力的情况下，减轻火箭发动机自身的重量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个重型这里面，它要求陈辉，航天科技集团6院重型火箭发动机的研发副总师，他带领团队正在针对重型火箭发动机的重量进行优化设计。这个产品呢是发动机里边的传力装置，它在整个发动机里，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可以看到我们原来的这个设计的是一个比较规整的、比较平的结构。那么通过拓扑优化，不需要的这种重量，它就可以完全的去掉。最终的形态就是很多镂空的地方，但实际上载荷和强度并没有减少。由于大量运用了数字拓扑技术，500吨级重型火箭发动机的自身重量减少了30%，在推力和载荷之间找到了平衡。根据最新的优化方案，陈辉和他的团队准备打造新一台工程样机。工程师们正在将涡轮氧泵和煤油泵进行连接，这是发动机装配极为关键的环节。500吨级发动机涡轮泵输出功率高达12万千瓦，相当于一个小型水电站的功率。如此强大的功率输出，需要由这根直径100多毫米、重量30公斤的传动轴完成逐级传递。
因此传动轴必须做到绝对垂直，才能顺利进入。连接花件也必须精密啮合，不能有一点晃动。完成这样的装配，需要多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默契配合。已经进那个定位台了。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代表着世界航天动力的最高水平。这台工程样机一旦完成装配，就将开始半系统试车。2021年3月5日，这台中国自主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全工况半系统试车取得圆满成功。有了500吨级的发动机，以重型运载火箭的论证的构型来看，1级可以配12台的500吨级的发动机，这样推力能达到6000吨的起飞推力。这一下子能够支撑在基地球轨道可以达到150吨的这样一个载荷上迁，这样的话就是对登月往返、更深太空探索能够提供可靠的动力保障。装备强国，动力先行。今天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实力，向着更远的太空探索。从能源到交通，从工厂到城市，从空天到海洋，这些性能强悍的动力巨兽驱动着这个国家一路向前。燃烧、速度、效率，这些关于动力的极限，中国工程师正在逐一突破。迈向装备强国，中国正发动引擎，全速前进。